我发现渣男男友出轨了，而且出轨对象竟是我资助的贫困山区女生。我资助她一路从高中到大学，可是她竟然恩将仇报，抢了我的男朋友，还在网上造谣我为了出国做交换生和保研，主动向校领导献身。上一世的我因此被网暴，最后实在不堪忍受，走向了天台。没想到命运却给了我重新来一次的机会。这一世恶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，我要他们血债血偿。我叫沈书涵，7年前初中毕业的我跟随父母到南方的某个城市旅游，我们在汽车站看到了一个穿着破烂衣服正在卖水果的女孩，父母看着她可怜，便买了点她的水果。多大了？我父亲问。13，比我们女儿还小2岁，现在还上学吗？念完了小学，妈妈说家里要供弟弟，不让我念了。她低下头去，一双眼睛招人可怜。这时旁边一个30多岁的女人看到我们和女孩说话，走了过来。这孩子很可怜，他爹妈身体都不好，还得养一个比他小10岁的弟弟。你们看这水果多好，多买点吧，要是卖不出去，这孩子晚上回去又得挨揍。我们和他聊了几句，原来他是这女孩的舅母，他们都是在附近的村里住的。这几天趁着农闲出来卖点水果，女孩的父母忙不过来，便让女孩跟着舅母出来摆摊。我爸妈看着她这女孩单纯的样子，很惋惜她这么小年纪就辍学，于是便决定资助她读书。就这样，从她13岁读初中开始，我们一家人便每个月给她500块钱做生活费。初中阶段是义务教育，不需要交学费，1月500足够了。因为我们的资助，她的生活轨迹彻底被改变了。爸妈为了培养我的爱心和同理心，因此鼓励我也参与到其中。当时我读高中，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生活费，我就从中省下100出来，和爸妈的400块钱一起寄给远方的她。每次我把钱交给爸妈的时候，心里都有种巨大的满足感，因为我帮助了别人。这女孩也争气，学习很用功，3年后考上了他们县里最好的中学。又过了3年，女孩考到了我所在的大学，比我低2个年级。她考上了大学，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。这所大学就在我家所在的城市。我爸妈想，他父母这些年也是不容易，就邀请他们全家借着送他上学的机会都来玩几天。他来报到那天，是我们一家人去火车站接的，他的父母和弟弟都来了。他父母原本不想让他来上学，但是后来听说我们家要继续资助他直到大学毕业，便同意了。他的父母初到大城市显得有些拘谨，他妈妈一直说着感谢的话，他爸爸一句话也没说。他的父母一看穿着就是饱经风霜的样子。他妈妈领着他9岁的弟弟，那孩子全程没有说话，始终玩着手里的玩具，据说是在火车上买的。我们一家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我爸妈把主卧腾出来给他的爸爸妈妈住，他弟弟睡在客房，他和我一起睡在我的房间。他很有礼貌，在家里也会主动帮我们做家务，一看他干活的样子，就知道在他家里什么活都干过。就这样过了几天，我们带他们吃当地美食，又带他们去了博物馆和游乐场。我还带着周薇薇去商场买了好几件衣服，他看到价签的时候眼睛都直了。报道完以后，他父母带着他弟弟回家去了，他妈妈千恩万谢的，他爸爸还是一句话也没说。上大学以后，我和他在不同的学院，我们还是会约着每周一起吃一次饭，每个月我爸妈都会邀请他去家里过一次周末。我们处得像亲姐妹一样，我有什么心里话都会跟她说，姐姐，你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。她笑得甜蜜而幸福。对于我这样一个独生女而言，长到20多岁，有了一个相差2岁的妹妹，是一种挺美妙的人生体验。这一切都在她见到陆阳以后彻底改变了。陆阳是我们系的学长，我和他在大一入校迎新时就认识了，他帮着我把行李搬到宿舍，又带我认识了教学楼和食堂，后来在社团活动时又见过几次，再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。陆阳什么都好，长得挺帅，还很幽默风趣，我不舒服的时候还经常嘘寒问暖，甚至买了热豆浆送到我楼下，我室友都对他评价不错。我觉得我们会一直这么好，毕业以后就能结婚。林薇薇见到陆阳的第1天，就在我们和他分开的时候对我说，姐，我真羡慕你。这是他第一次说这种话，当时并没有察觉出有什么不对，现在想来，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有些冰冷，眼里全是欲望。林薇薇见过陆阳2天以后就跟我联系，说他想我了，要和我一起去吃饭看电影。以前每次都是我约他才出来，他有时还会说学业太忙或者身体舒不舒服而拒绝我的邀请。可是自从陆阳出现以后，林薇薇3天2头来找我。那个电影我原本想跟陆阳一起去看，后来就带上他一起去。我向来很注意保护他的自尊心，他提的要求我很少拒绝。后来我们3人经常在一起玩，林薇薇也变得主动起来，我和陆阳约会他也经常跟着。谁曾想2年以后，我却满心绝望地走上了天台，而促成这件事的是周薇薇和陆阳。重生后，我绝对不会忘记这份仇恨。姐姐，听说郊区的滑雪场很不错，我们和陆学长一起去滑雪吧。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上一世周薇薇就是在滑雪场给我和陆阳下药，然后策划了一场大戏。这一世我要让他自食恶果。我拿起手机回复好啊，明天天气好，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吧。好的，爱你哦。他回了一个可爱的表情。我放下手机，开始计划明天的事。到了滑雪山庄，我就趁他不备，把他药瓶里的迷药换成了外表相同的维生素片。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。在开房间时，我特意选了3间房，美其名曰是各睡一间休息的好，其实是更方便他下手。上一世在滑雪山庄是我和周薇薇1间房，他想尽办法骗我提前睡下，他再出去找陆阳。这一世不用他那么费劲了，我帮他省事。滑了1天雪后，我们用完酒店的自助晚餐，我便说太累了，想早点回去休息。陆阳有点不舍，他还想和我多说说话。陆阳其实对我还算可以，但是上一世中，在周薇薇投怀送抱以后，只相信涉及他的周薇薇的话，对我实施冷暴力。对于我轻生这件事，他的责任也不小。周薇薇却立刻说，姐姐你要是累了就快去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回学校呢。对了，这是营养补剂，你们1人吃1片吧，我刚才已经吃过了。周薇薇说着举起了那个药瓶，我毫不犹豫地接过1片吞了下去，然后勾唇一笑，那我回去了，你们俩玩吧。
此时陆阳穿的是我新送给他的休闲衬衫，而我已经在衣服的领子下面装好了窃听器。我回到房中洗完澡，换上睡袍，舒舒服服靠在柔软的靠枕上，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看着电视。嗡，一个弹窗弹出，是窃听器受到震动自动触发的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此时陆阳应该已经回到了房间，这个震动便是他脱掉衣服产生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带上了窃听器，这次里面果然传出陆阳和周微微的对话声。天啊，怎么是你？陆阳惊叫起来。周微微以为陆阳被迷昏了，便找了服务员说他忘了带这个房间的钥匙。服务员见过他们一起从餐厅回来，以为他们是情侣，便给他开门了。但是他不知道，其实陆阳只是睡着了。在他钻到被子里一会儿之后，陆阳醒了过来，发现旁边躺着周微微，顿时惊叫起来。周微微没想到陆阳这么快就醒来，只好把本来准备第二天一早上演的戏码提前了。陆学长，怎么回事？天啊！震惊之后，他呜呜哭了起来，说自己喝多了酒，忘了带房卡，弄错了房间。哭过之后，便开始茶里茶气的说他是第一次，想不到会这么不明不白的发生了。陆阳虽然也喝了酒，但是却基本确定自己什么也没做。不过对于周微微这样主动的投怀送抱，他竟然感到一丝得意。毕竟我与他虽然是男女朋友，但还只是拉拉手 kiss 一下的程度，大概相比于我的慢热，他更喜欢周微微这样直接的吧。总之，陆阳从一脸愕然到和周微微翻云覆雨，思想斗争只花了1分钟的时间。我摘下了耳机，我可不想听这一段。过了一会，手机显示窃听器右里又传来了他们对话的声音。我重新戴上耳机，陆学长，真是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破坏你和姐姐之间的感情的，我只是看到你之后有点情不自禁，我忍着呕吐欲继续听下去。你觉得我和姐姐谁更好呀？他呀，庄清高，你是说姐姐和你还没有？哼，几次我提议出去开房他都拒绝，说什么一步一步来，要不是看她长得漂亮，又时常给我花钱，我早没耐心了。他给你花钱？他平时挺节省的呀，嗨，被我迷住了呗，省下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游戏装备，蠢货！我深呼吸，平复着自己的愤怒。上一世的我就是这么恋爱脑，好在老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继续听下去。没办法，我父母虽然有钱，但是他们怕我乱花，每个月就给我吃喝的钱，哪够啊？他们呀，偏向我哥，觉得他学习成绩比我好，又不乱花钱，而我方方面面都不如他。还好有这个傻瓜省吃俭用供着我打游戏，从滑雪山庄回来，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但是却不再给他花1分钱。陆阳觉得从我这里无利可图，便开始有意疏远我，我也装作受不了他的冷暴力，最终和他提出分手。他欣然同意，转头就和周微微在一起了。姐姐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对你会有一些伤害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，我们以后还是朋友，对吧？我笑着回复，为了后面的计划，现在还不是和他闹翻的时候。我心里想，对你个大头鬼。上一世，陆阳以为是自己喝醉以后强迫了周微微，所以心里有愧疚，最后竟然和周微微一起联起手来对付我，置我于死地。而这一世，陆阳已经识破了周微微的计谋，可还是上钩了，可见他根本就是个渣男，仍旧和上一世一样，他选择了和周微微一起把矛头指向我，真是天生坏种。接下来，他们开始了把我推向死路的计划。我的成绩很好，虽然保研名单还没有出来，但是我是肯定在其中的。对于这一点，我毫不怀疑。带我毕业论文的苏教授一向很欣赏我，希望我留在本校做他的研究生。苏教授是学术大拿，人也长得周正帅气。苏教授在我们学校有很多学生粉丝，周微微便是其中一个。可是他却从未得到他的垂青。他暗中拍摄了很多我和苏教授在一起的画面，但是都是在实验室或者办公弄这些场合。周微微却故意不拍其他人，好像是我们俩在一起独处似的。我觉察到他的举动，但我本来就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所以并未阻止。有一天，我装作不经意跟他说，苏教授晚上要去酒店参加会议，并说我去酒店找他送资料。晚上，当我走向苏教授的房间时，能明显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。我微微一笑，继续敲门走了进去。2个小时后，我身上换了一件衣服，走了出来。出来的时候还不小心把身上的房卡掉在地上，房间号是1208，保研名单下周就要出来了。我毫不着急，耐心等待。姐姐，你睡醒了吗？你看校园论坛里有关于你的消息。我点开一看，置顶帖子说我为了保研和苏教授发生不正当关系。配图是那天酒店里的画面，有2张走廊里的，一张拍的是我进1208的时候，另一张是出1208的时候，还有2张平时我和苏教授一起工作的画面。后面竟然还有一段视频，是一个人刷卡后进了房间，视频拍摄的是房间里凌乱的样子，床上的衣服，地上的鞋子，墙上挂着的包，还有卫生间传出的有人正在洗澡的声音，评论都炸了。真想不到，所谓的美女学霸竟然是用这样的手段争取保研的。她前段时间不是刚和陆阳分手吗？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不会吧，沈书涵成绩本来就很好，她不需要这么做也可以保研，恐怕是有人故意带节奏吧。看着这些评论，我的内心没有一丝波澜，还没到火候，不过脸上还是装出很焦躁的表情。是谁这么诋毁我？太可恶了！周微微脸上的表情令人寻味，姐姐，你快发帖澄清一下吧。上一世我就是发帖为自己辩解，但是水越搅越浑，最终把我逼上了绝路。所以这一世我知道，没有证据的自证清白只会被视为是狡辩。我手里当然有证据，但是不想现在放出来，还是让事件再发酵一下吧。短短2天，这个帖子就冲上了热度第1。陆阳发消息问我是真的吗？
我回复有人造谣。而手机那一边，陆阳和周薇薇看着信息，以为自己得逞了，殊不知他们已经落进了我设的陷阱。回完消息以后，我关掉了手机，自己买了一张机票去郊区一个山清水秀的民宿住了2天。再回来时，这件事的热度已经不受控制地扩散开来，一点进去全是各种骂我的话。时候到了，我早在1个月前就到苏教授开会的酒店做了实习生，工作内容是客房卫生清理。1个月来，我对客房里的监控位置、客人入住情况等极为熟悉。那天住在1208的，并不是苏教授，而是我们学校的女校霸和她的男朋友。女校霸家里资产上亿，她常年在这家酒店有一间房，用来和她的奶狗男友约会，那就是1208。我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，知道他每天要睡一下午。我选了他们在酒店的一天，在他们睡着的时候偷偷刷卡进去，换上衣服，又待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，听到他们有动静了才离开，又在房间门口故意掉落下酒店的房卡，引周薇薇去捡。而那天走廊里的监控已经被我拿到手，我删除了我离开房间以前的视频记录，留下了周薇薇捡起房卡以后的全部视频。在我的视频中，周薇薇虽然戴了个帽子，但是从身材和走路姿势上可以明显辨认出就是她，更何况她在环顾四周查看有没有人的时候，被监控拍到了正脸。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，剪辑、上传、发布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发布的视频热度迅速上升，取代原来那个视频变成了热榜第1，评论里各种言论甚是好看。不会吧，惊天大瓜竟然是周薇薇，原来沈书涵是被好姐妹背刺了，心疼她。我的天，周薇薇不是之前还出来假惺惺的为沈书涵说话吗？现在看来真是演技派啊，这下轮到周薇薇紧张了，她怎么也想不到是我做的。别急，这还不够，过了1天，我又换了个账号，将那天1208门口的监控前半部分又上传了上去。配文：震惊，之前的帖子果真是造谣，真相居然是消息传到了女校霸的小奶狗男友耳朵里，他气得不行，跑到女校霸那里嘤。女校霸一看自己的私生活被暴露在了网上，连酒店房间号和房间内部都被拍了，哪受得了这种事？火冒3丈的女校霸动员家里的力量，找到酒店拿到了那天的监控，准确的说是拿到被我修改剪辑了的监控。监控视频当中只有女校霸情侣2人进出房间，以及周薇薇拿着房卡进去偷拍的部分，而关于我的那部分我早已经处理掉了。我成功的完成了一招祸水东引，接下来的事情就精彩了。周薇薇直接被从宿舍里揪了出去，一路薅着头发塞进了一辆黑色轿车，一路上围观的学生很多，但是都知道她的所作所为，再加上基于女校霸的淫威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止。门口的保安象征性的拦了一下，也没拦住，毕竟保安大哥也上网。至于陆阳，自从知道了周薇薇惹到了女校霸以后，他就刻意回避这件事，生怕女校霸找到他头上。我一点也不意外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2天后，周薇薇被那辆车扔回到校门口，她一个人脚步踉跄地回了宿舍，她的身上没有一丝伤痕，但是整个人好像快虚脱了一般，眼神空洞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没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。周薇薇上传了一个道歉视频，在视频中，她声泪俱下地反省自己的罪过，自扇耳光向校霸情侣道歉，但是并没有提到她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还有，她想加入苏教授的课题组是不可能了，并且因为人品不断，只怕以后求职都会受影响。这件事情到这里已经达到了我想要的结果，只是我面上装的还是和她很要好，对于这件事还假装安慰了几句。她想害我没有害到，却反而自食恶果。上一世我从天台跳下去后，我的父母悲痛不已，而这个时候周薇薇却跳了出来，她对我父母说，叔叔阿姨多年来资助她上学，她心怀感恩，要为他们养老送终。我父母很是感动，把她当女儿一样对待，还在她的花言巧语下立了遗嘱，把遗产留给她。可是结局却是家中燃气泄漏，引发火灾，2老双双葬身火海。周薇薇带着我父母的全部遗产，一毕业就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。这一世我没有跳下天台，那后面的事会怎么发展呢？我相信周薇薇这个恶人不会就此罢手，我且耐心等着会发生什么吧。果然，一段时间后，周薇薇来找我，她的气色比以前稍微好了一些，可是在学校还是被孤立冷落的对象。姐姐，你带我出去散散心，旅个游吧。总这样下去，我要疯掉了。也好，就让我看看你想做什么。我从网上购买了一整套针孔摄像头，并学习了安装技巧，还带了一支录音笔，把它们放在外出的旅行包里。他带我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，找了一间民宿乡间小屋住了下来。姐姐，谢谢你陪我出来，这个时候也就只有你还愿意陪着我，你真好。我是好，得到的却是你的恩将仇报。姐姐，我还是想休息休息，不如你明天先出去报个1日游玩玩，我在家里歇息1天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要做什么。晚上趁他睡熟以后，我便在客厅、卧室和厨房都装上了针孔摄像头。忙活完，我真的给自己报了个1日游，不能让他看出破绽。第2天，我坐在游览大巴上，掏出手机打开摄像头，却看到了他和一个男人蹲在厨房的燃气灶旁动着手脚。看着摄像头清晰的印象，我认出了那个男人是陆阳。我顷刻间就明白了他们要做什么。上一世，我的父母由于过于信任他，让他住进家里，他对我父母家里的燃气灶做了手脚，致使燃气泄漏，引起火灾。这一世，他想把这个办法用在我的身上。监控是带声音的，我戴上耳机听他们说些什么。这下好了，等到明天一切都要结束了。陆，你说过的，到时候有了钱分我一半。周，我说话算数，你快点吧，他们想烧死我。然后像上一世那样，周薇薇到我爸妈面前去献殷勤，取得遗产继承人的身份，然后再设计把我父母害死。我抑制住因愤怒而不断颤抖的手，关掉了监控视频。我对自己说，沉住气，戏还得演下去。当晚回到家，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，和周薇薇正常对话。姐姐，你累不累？明天要休息1天吗？我知道她想找理由离开这间屋子，把我留在这里。是啊，很累，明天我想休息1天，你自己去玩吧。
我说周薇薇欣然同意了我的安排，只有把她支出去，让她以为马上要得手了，才能最终揭穿她的真面目。次日一早，周薇薇走后，我来到燃气灶旁查看。周薇薇和陆阳更换了燃气管，是一根已经老化的很厉害的管子，上面的裂缝清晰可见，而燃气灶的阀门是开着的，空气中的天然气达到一定浓度，极易诱发火灾。又仔细查看了一番，燃气灶旁边有一个东西，是一个自动点火器。我心里一阵胆寒，赶紧拿手机跑了出去。周薇薇、陆阳，你们这两个恶魔，好，我就陪你们演戏到最后。我在民宿附近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待着，大概过了1个小时，周薇薇果然来电话了。我深吸一口气后接听，姐姐，你现在在家里吗？在呀，怎么了？我好像有东西落在厨房了，你帮我看一下在不在？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5秒钟后，周薇薇问，你在厨房了吗？是啊，在厨房里。你说的东西是什么？放哪儿了？就在燃气灶旁边，你凑近看一下。好的。咦，这是什么？电话那边传来周薇薇对陆阳说话的声音。好了，就是现在。紧接着，我听到了租住的民宿的方向发出一声巨响，我马上挂断了电话。紧接着，一团浓烟从民宿那边升腾起来，周围的居民被这巨响惊到，纷纷出来查看发生了什么。我知道他们2个人也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。我混杂在人群里离开了这个村庄，手机里面保存着针孔摄像机记录下的一切，是时候揭穿他们的真面目了。周围有人报了警，警车和119很快赶来，控制住了局面。还好，只是我们住的那一栋民宿被烧了，由于当时里面没人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紧接着，房主赶了过来，看到房子变成一片废墟，他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。警方调查后，发现了房间里的针孔摄像头和厨房里的自动点火器，又询问了房主，得知燃气管前些日子刚刚更换过，因此警方得出结论，此次火灾是有人故意纵火。我和周薇薇作为嫌疑人被带到警察局。当周薇薇看到我毫发无伤地坐在那里时，她的眼神先是惊讶，然后变得恐惧。审讯室一内，这个自动点火器是你安装的吗？不是我。周薇薇立马否认。那你看到过这个东西吗？周薇薇没见过。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警察拿出一个透明证物袋，里面的东西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来，是一节被烧焦了的燃气管。周薇薇神情明显慌乱起来。警察说这是一节报废了的燃气管，房东说不久前燃气管刚刚换过，所以这一根是被人偷换掉的。是你做的吗？周薇薇自然是继续否认。那这个针孔摄像头是你安装的吗？什么？针孔摄像头？周薇薇的脸色变得惨白。审讯室2内，这个自动点火器是你安装的吗？不是我。我说，那你看到过这个东西吗？我见过，在燃气灶边上，因为以前没见过，所以留意了一下，不过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警察拿出烧焦的燃气管，说这是一节报废了的燃气管，房东说不久前燃气管刚刚换过，所以这一根是被人偷换掉的。是你做的吗？我自然实事求是予以否认。那这个针孔摄像头是你安装的吗？我微微一笑，说是的，里面的视频文件都存在我的手机里，就在这里。我把手机递给了警察，这手机证明了我的清白，也将周薇薇和陆阳所做的事公之于众。对我的调查结束后，我打个车回到学校。放火是大罪，证据确凿，周薇薇和陆阳无从抵赖。后来，周薇薇和陆阳分别被判了7年和5年。在审判的那天，周薇薇的父母和弟弟到了法院，听完判决后，我跟在他们身后，听他们说些什么。他的母亲一直哭哭啼啼，而他的父亲则骂骂咧咧。我就说，一个丫头还让她上什么大学，就是白白花钱，这不是姓沈的那家人要资助她吗？我寻思着不要白不要，本想着让他动点心思，把那家人的钱握到手里，谁知道他放火烧别人的房子，把自己也搭进去啊。这倒好了，还想着以后让他给我宝贝儿子买房娶媳妇呢，这下子全指望不上了。周薇薇的母亲一直在说着周薇薇的不是，我感到一阵恶心，这是多么龌龊的一家人啊。他母亲说着，无意间转过头看到了我，顿时眼里露出贪婪的目光。哎呀，姑娘你也来了。他一改刚才刻薄的面容，堆起满脸的笑容。你看看现在那丫头她坐牢了，但是我这儿子还得上学，从今天起你就把这钱给我吧，反正资助谁都是资助，你们俩毕竟是好姐妹，这他的弟弟以后就是你的弟弟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表演。姑娘，阿姨跟你说话呢，你倒是吱一声啊。他眼里闪着渴求的目光，我一把挥开他的手，转头离去。他那个一直当透明人的爸说话了，死丫头，这么无理，长辈跟你说话你理都不理，你爸妈就是这么教你的。我简直都要被气笑了。我停下脚步，回头想着他们一家3口走过去，看着他爸的脸，说好啊，反正资助谁都一样，那这样给我个地址，我把钱给你们汇过去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他父母瞬间变了脸色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告诉你，你记一下哦。我拿着他们的地址，稍一勾唇，说叔叔阿姨，那你的们等着我的汇款吧。我走了，转过身去，我露出邪魅的笑。本来周薇薇和陆阳得到法律的惩罚，我想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，可是没想到他的父母竟然又来纠缠，那我自然还有办法。周薇薇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，为了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，她注册了10多个网贷平台，开始只是1000、2000的借，后来金额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就像她的欲望一样。2年来她总共借了18万，可是加上滞纳金却要还90多万。催款电话不仅打给你了他，也打给了他通讯录上的每一个人。周薇薇怕他的父母跟他要钱，就在很早之前换了手机号，所以他爸妈并不知道这件事。现在他入狱了，催款的人正着急着呢，手机又响起来，果然是催款的电话。这次我没有挂掉，而是按了接通键。后来他的爸妈和弟弟每天都被要债电话轰炸，他们又怎么可能拿出钱来还账，只能是气急败坏的敷衍着。可是催债的人渐渐便不满于只是打电话了，他们上门去要债，
周薇薇他们家的房子经常被一群人围住，他们一家人只能躲在里面，既不能出去干活，也不能去上学。后来听说又一次他爸和他们发生了冲突，被打断了一条腿，要不是后来警察赶到驱赶了那些人，只怕是要出人命。他的妈妈长期在巨大的压力下生活，精神失常了，每天躲在家里，不敢出去见人。他的那个弟弟跑出去混社会，后来跟人打架，进了少管所。这个结局正是他们应得的。周薇薇和陆阳入狱1个月后，我到监狱去探视了他，本来想先去看看陆阳的，可是他说不想见我，大概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吧。周薇薇和我隔着玻璃，各自拿起了听筒。他开口了：“那个摄像头是你装的？”到这个时候，他还想不明白摄像头是谁装的吗？我没说话，表情告诉了他一切。他顿时剧烈喘息起来：“你个贱人，你竟然害我！没人想害你，是你想杀了我，你没得手而已。你有今天，是自食恶果。”他的表情变得狰狞，歇斯底里地喊起来：“我哪点比不上你？你不就是投胎投的好吗？我就是不服气，凭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？我那么努力学习，苏教授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好啊，那我就毁了他。明明我长得比你好看，陆阳先看上的却是你，那我就把他抢过来。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，缓缓说：“陆阳本来就跟你是一样的人，是他自己毁掉了自己。我早就对他没兴趣了。你这样做伤害不到我。苏教授的名誉一点都没受影响，他还是令人敬仰的学着。你根本没有毁掉他，你毁掉的只有你自己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”我站起身，转身要走，却又好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回过头来说：“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你爸妈在法院门外拦住我，跟我要钱，我就要来了他们的地址。现在催你还网贷的人应该已经找过去了吧？”说完，我冲他扬起嘴角，微微一笑。他几近疯狂地冲着我大喊：“你这个贱人，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！你等我出去！”我转身离开，只听他失去理智地拍着玻璃挡板，不停地咒骂着我，直到狱警走上前来，将他死死摁住。有些人就算是到了任何时候，都不会认为自己有错，在他们的思维里，错的永远是别人。全文完结。